华尔街最大的谎言是什么？是那些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家伙，盯着你的眼睛告诉你，你要分散投资，你要时刻关注市场，你要频繁交易，你要为了哪怕1%的超额收益，去把这该死的复杂的金融模型算上10000遍，全是胡扯。我活了99年，我见过的聪明人多如牛毛，但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些拥有斯坦福、哈佛学位的绝顶聪明人，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这一套鬼话。真相往往简单到让那些贩卖复杂金融衍生品的人整夜睡不着觉。真相是，你这辈子不需要了解几千家公司，不需要看几万张图表，你只需要做对2件事。注意，我说的是2件事，不是200件，你就能富有到让你自己都感到害怕。但在我告诉你这2件事之前，我要先把你脑子里那些像垃圾一样的常识清理出去。如果你还想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活下来，就给我坐好，闭上嘴，听我说。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我们要运用那个伟大的代数家雅科比经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想帮助印度，你不要问我该如何帮助印度，你要问我该怎么做才能毁掉印度。如果你想在这个市场上赚钱，别问我怎么赚钱，你应该问我，查理，我该怎么做才能亏光我的本金，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痛苦不堪。答案很简单，你可以把投资当成一种打地鼠的游戏。今天听说加密货币涨了，你冲进去；明天听说人工智能是未来，你又冲进去；后天某个不知名的分析师说新能源要爆发，你又把钱从人工智能里抽出来。你就像个多动症患者，永远在追逐，永远在忙碌，永远在交易。这就是华尔街给你制造的幻觉。他们给你无限次的交易机会，就像赌场给赌徒提供无限次的拉杆机会一样，这让你产生一种错觉，如果不下注，我就在浪费机会。频繁行动是财富的死敌。记住这句话，如果你一生只有20次投资机会，你会立刻变成一个比现在好1000倍的投资者。这不是比喻，这是数学，也是心理学。想象一下，我给你一张卡片，上面只有20个孔，你这辈子每一次买入一只股票，我就在这个卡片上打1个孔。当20个孔打完了，你就再也不能做任何投资了。你会怎么做？你会像现在这样，听到一点小道消息就随意把钱扔进去吗？绝对不会。你会像守财奴一样珍惜每一个孔，你会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去等待，去核实，直到那个机会的确定性高到让你觉得不买就是犯罪，你才会小心翼翼地用掉这1/20的机会。但现实中的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把这极其珍贵的20次机会浪费在那些只有1半胜率甚至更低的垃圾上。沃伦和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做的事情，在外人看来无聊透顶。我们可以1年、2年、3年什么都不做，就坐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看书思考，看着墙上的油漆变干。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那些20多岁的小伙子开着法拉利，嘲笑我们是2个过时的老头子，说我们不懂新经济，不懂眼球经济。然后呢，2000年之后，那些法拉利都进了二手车市场，那些小伙子都不知道去哪儿领救济金了，而我们还坐在那里，财富翻了好几番。为什么？因为我们懂得拒绝。投资的核心不是买什么，而是不买什么。做对2件事的第1件，找到一个简单、可理解且拥有持续竞争力的生意，
注意我的用词，简单可理解，不是那些需要物理学博士学位才能搞懂的高科技，也不是那些靠幻灯片讲故事的所谓颠覆性创新。如果你不能把一个生意怎么赚钱这件事儿给一个10岁的小孩讲清楚，那就别碰它。这就是能力圈原则。什么是简单的生意？可口可乐是简单的，它卖的是糖水，外加一点咖啡因和快乐。全世界的人都爱喝甜的东西。这个生物学上的需求100年前存在，100年后还会存在。箭牌口香糖是简单的，人们咀嚼的习惯不会因为有了互联网就消失。这些生意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你的理解范围内，护城河清晰可见。他们不需要每天早上一睁眼就焦虑今天要搞什么技术突破才能活下去。但人性有一个巨大的弱点，总是觉得邻居家的草更绿。你们总想买下一个亚马逊，下一个苹果。问题是，当你试图去追逐下一个什么的时候，你就已经走出了你的能力圈。你不是在投资，你是在赌博。投资是确定性的艺术，赌博是概率的游戏。我这辈子从不赌博，我只在确定性高到离谱的时候才出手。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买什么？虚拟货币。为什么？因为听说隔壁的乔在那上面一夜暴富了。他们炒作概念股，因为害怕错过风口。这是错失恐惧症，这是一种病，得治。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价值连城，真正的机会来临时，它不会藏着掖着，它会大的像一辆卡车一样朝你撞过来，你想错过都难。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最优质公司的股票便宜的像白送一样，市盈率是个位数，分红收益率比国债还高。那时候你不需要是什么天才，你只要不瞎，闭着眼睛买都能赚钱。2008年金融危机，高盛、美国运通这些100年老店的股价腰斩再腰斩，这种机会10年才来一次。但问题是，当这种像卡车一样的机会撞向你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在干什么？他们在恐惧，他们在看新闻里的世界末日论调。这就是为什么做对一件事这么难，不是因为机会难找，而是因为当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你的生物本能，那个进化了几百万年用来逃避狮子的杏仁核，会尖叫着让你逃跑。你需要用理性的额叶去压制原始的杏仁核，这需要训练，需要违反直觉。做对的第二件事听起来比第一件更简单，但实际上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酷刑。那就是坐在那儿像块石头一样什么都不做，买入之后忍受波动，忍受寂寞，看着账户数字跳动而心如止水。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但我看很多人根本没听懂这句话。复利的核心变量是时间，不是1年2年，是10年、20年、30年。如果你在1965年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然后去睡觉，醒来已经是2015年，你知道你的回报是多少吗？是19000倍。听清楚了，不是190%，不是1900倍，是19000倍。但这需要一个前提，这50年里你必须像个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如果你每天要看3次账户，每小时要刷2次新闻，你就不可能拿到这个回报。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查看，你的情绪就会被市场波动绑架一次。每一次情绪波动，你做出愚蠢决定的概率就增加1分。这里有一个来自于物理学的概念，惯性。在投资中，我们不仅需要上涨的惯性，更需要持有不动的主观惯性。但你们呢，哪怕是10%的波动就能让你们惊慌失措。赚了一点点就想落袋为安，
亏了一点点就想割肉止损，频繁的小错误积累下来，会吃掉你所有的复利。投资最大的成本不是交易佣金，也不是税收，而是频繁决策带来的错误。每一次买卖都是一次犯错的窗口。所以最聪明的策略是什么？是做一个极简主义者，减少决策次数，减少行动次数。看看那些真正富有的人，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可口可乐的伍德拉夫家族，他们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来的？是靠每天在市场上高抛低吸吗？不，是靠持有优质公司的股权，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他们做对了2件事，找到了好生意，然后等待复利发挥魔力。但这太反人性了。人类的大脑是为了狩猎采集进化的，为了行动而设计的。坐着不动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没用，像个傻瓜。尤其是当你的邻居在吹嘘他又抓住了哪个涨停板的时候。所以绝大多数人宁愿频繁交易亏钱，也不愿意静静坐着赚钱。很多人问我，查理，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思考？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整个世界在你眼里都是钉子。对于大多数基金经理来说，那把锤子就是财务报表。但投资不仅仅是金融学，它是心理学。你必须理解人类的贪婪、恐惧、嫉妒和从众心理。如果你不懂心理学，你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市场会在1999年给没有盈利的互联网公司几百倍的市盈率，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2008年恐慌中会贱卖资产。它是历史学，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泡沫和崩盘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无数次。如果你读过历史，你就知道现在的狂热终将结束。它是物理学，理解临界质量，理解惯性，理解平衡系统。它是生物学，理解进化，理解竞争优势的本质。这就像生物的生存壁垒，一个只懂看市盈率的投资者永远是二流的。真正的高手是能把不同学科的智慧整合在一起的人，建立起我所说的多元思维模型。当所有人都在谈论新经济的时候，你要运用历史学的思维问自己，这是否是另一次郁金香泡沫？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抛售的时候，你要运用心理学的思维告诉自己，这是群体性癫狂，是贪婪的买入时刻。真正的风险不是集中投资，而是无知。你买了50只你根本不理解的股票，以此来寻求所谓的分散风险，这才是最大的风险。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核心持仓不超过10个，我们把大部分资金放在我们最理解、最有信心的几个公司上。如果你真正理解了一个生意，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那些你不太理解的第20个、第30个选择上？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回到那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样的生意值得你持有一辈子？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定价权。如果一家公司要提高价格，必须先开个董事会祈祷上帝，还要担心竞争对手会不会趁机抢走客户，那这就不是什么好生意。反之，如果一家公司能从容地涨价，而客户依然忠诚，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那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圣杯。可口可乐涨价5毛钱，你会因此改喝白开水吗？不会。吉列刀片涨价1块钱，你会因此留大胡子吗？不会。迪士尼乐园的门票年年涨，家长们还是会带孩子去。这就是护城河，品牌是护城河，专利是护城河，网络效应是护城河，极致的成本控制也是护城河。但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人忽略了护城河的脆弱性。我听到太多人吹嘘科技股，但我要泼一盆冷水。科技行业是护城河最容易被填平的地方。
柯达曾经拥有最深的护城河，数码相机一来它就完了。诺基亚曾经统治世界，智能手机一来它就消失了。你能预测10年后哪家科技公司还是老大吗？如果不能，就别把你的养老金赌在上面。我更喜欢那些变化缓慢的行业，因为变化慢意味着原本的竞争优势能保持得更久。虽然这听起来不性感不刺激，但它能让你睡个好觉，简单到让你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第二反应是觉得自己早就知道，第三反应是继续去追逐那些复杂的东西。这就是人性的悲哀。现在道理我都讲完了，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公开的智慧。但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沃伦·巴菲特？因为大多数人虽然听到了，但他们做不到。他们无法克制多巴胺带来的行动冲动，他们无法忍受看着别人赚钱时的嫉妒，他们无法在市场暴跌时克服刻在基因里的恐惧，他们无法接受慢慢变富这个枯燥的过程。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追逐热点，频繁交易，每天盯着那该死的股价走势图，相信那些所谓的专家，试图在赌场里战胜概率。这条路已经被无数聪明人证明是死路一条。第二个选择，接受这个简单到让人不适的真相，找到1-2个真正好的你能理解的生意，在它价格合理甚至被低估的时候买入，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去持有它们，哪怕天崩地裂，只要生意的本质没变，就不要动。这不是鸡汤，这是数学。如果你能找到每年回报15%的投资，并持有50年，你的财富会增长1083倍。如果你频繁交易，回报降到10%，50年后只增长117倍。1083倍和117倍，这就是耐心的价格，这就是理性的复利。我今年99岁了，我这一辈子的经验教训不会每天都讲，但讲出来的每一句都是用真金白银和几十年时间换来的。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笨蛋只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你想做哪一种，你自己选。